国领略了美国这个历史文盲国。过去中国一直没有理解美国要什么，因为中国历史太长，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在美国的历史经验就3种：门罗主义、巨棒外交，小国就是贵就揍；第二个门户开放，第三个壁垒。所以这3个合在一起，不就今天 G2 的核心逻辑吗？所以今天中国领略了美国人只懂这个语言，一边假装跟你美国人玩 G2， 但是一边依然用 C+N 的逻辑在进行推展它的一带一路。未来10年 G2 中美共治世界，政治上不充分对峙，经济上犬牙交错，各显神通，但是本质上无法互相脱开，所以元首打电话会越来越多。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美 G2 各自代开。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在25号的时候接受访问，提到习近平跟川普明年会见4次面。我告诉大家，未来10年的格局可能是一个 G2 引领全球，甚至到2049之前都会是这个格局。也就是说，在2050年之前，全球会进入完全的 G2 布局，这会是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的结构。那什么是 G2 呢？2大国，中美共治世界，但是他们2个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那我们今天 G2 的架构到底是怎么去思考？4个时间节点：1991年之前，苏联还没瓦解，我们称之为冷战；91年之后，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最经典的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确立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路。克林顿时期走向了一个高潮。当时克林顿有个经典的讲法：笨蛋，问题在经济，代表走向全球化是经济最大化的过程，而冷战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过程。所以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在老布希时代花了一点时间处理掉一些跟不上时代的，所以就把伊拉克给打了。所以全球化是世界上剩下几个名义上共产国家：中国大陆、老挝、越南、朝鲜、古巴。那这里面最大是谁？中国啊！所以反正中国压力是非常大的。可是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英国是千百个不想还啊。邓公很猛，你不还香港，我就把香港武力拿下。这句话确实很呛，也是多底。但这句话建基的背后是什么？笨蛋，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才能赚得盆满钵满。美国不反对，所以这是关键。2000年小布希新保守主义上台，但刚好遇到911恐攻，所以来了一个全球反恐。同时全球化也在深入，因为对于全球化的反对声音被压在全球反恐之下，所以大陆说叫做国运起。后来2001年的时候，两岸共同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就称为两岸入世或中国入世。所以在这个全球化里，它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因此到了奥巴马，他本来要推重返印太，就发现中国涨得有点太大了，可是刚好遇到金融海啸，有了次贷风暴，又摁了下去。这时候需要中国大陆来合作，中国大陆也很识相，当时江湖时代采取一个比较低姿态扩大美债的收购，相当于是帮美国兜了一个金融底。奥巴马就豪言壮语，加印的钱之后我会还回去，就没干，所以一印不回头。结果让市场上始终充斥着非常多的资金，那这些资金除了在炒股票之外，它需要炒一些新的 IP。那中国在高强度的发展工业化，有很多的资金其实就倒到中国大陆去，资金非常充盈，趁机搞了4兆的基建，又把任督二脉再打通，所以一路井喷式发展，一直到川普 1.0 上台的时候，2016年开始觉得不太对，是利益的纠葛深深的绑在一起，在华尔街炒作股票，靠的是在中国大陆拿下一个 IP， 当时叫中概股。但是到了18年，川普发现一个问题，如果继续这样炒下去，美国的工业全部去光光了，再来钱表面上留在股市，实质上进入了大陆进行再投资，所以18年进入新冷战体系，想说用冷战的方式来对付一个跟苏联表面上看起来很像的意识形态巨兽，试图压制中国的成长。当时非常经典的名词叫 decoupling 脱钩，所以全球为中。这就是我们在讲这个背景。很多人说 G2 在川普 2.0 下台之后能够维持吗？那我就问，川普 1.0 搞全球为中搞脱钩，请问拜登是继续他的政策，还是因为是民主党就推翻他的政策？结果事实证明不仅没有，更是没用。这是个北京当局错误的战略误判。所以北京在拜登时期就大幅姿态的调整，所以有了杨洁篪跟王毅外长在阿拉斯加会谈经典的一幕。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20年前、30年前，你们就没有这个地位讲这个话，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这就是在新冷战里面的高光时刻啊！所以新冷战时期虽然很短，但是这是至关重要，往前再推进。川普 2.0 今年2月上台之后，极具速度的转弯。
依然是在跟中国进行 battle， 双方互加关税，几百几十%这样啪啪啪啪啪做了上去，结果中国不吃这一套，所以休战10月30号，在全世界的震惊当中，习川见面，代表非常正式的一个元首之间的政策调转，这个是历史性的一幕。这张照片就是 G2 时代的开启，这个 G2 一开，正式象征新冷战结束，全球化拜拜，冷战不会再来。这个叫战略上的分裂，战术上的休战，但这种彼此之间是有交互性的，所以你休战长达1年的时候，你在战略上的分裂对立，它必然受到战术上的休战的牵动跟影响。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习川明年可能要见4次，而且经常性会出现打电话的状况。那中美之间战术休战，战略上的分裂，那是不是各自带小弟？不是这个意思，但也是这个意思。请听我娓道来。首先，第一个你要先了解到，冷战、新冷战、全球化都回不去了，但是过去的每一步都是有影响。大家都理解到，全球化的情况之下，赚最多真的是美国，第二大赢家是中国，因为全球化大家对等，你一国一家一信，肯定大国力量大，所以 G2 就是把全球化加上冷战的概念糅杂在一起，再融入新冷战的经验教训。G2 时代依然在推行全球化，所以 WTO 虽然挂，但区域性的经济组织此起再起，越起越多。RCEP 3.0、CPTPP 非盟，更别说 ASEAN 东盟的整合在加速，所以各个国家之间所签订的各种贸易协定会增加，但它的区域化，它没有办法全球化，这就是好玩的地方。虽然小国跟中型国家可能在全球化的浪潮里面受到的生存压力是有的，可是至少生活改善了，但国家可能赤字在增加，所以这个时候透过援助机制，让这个体系得以为继。所以在 G2 之下，各自以中美为一个核心，然后大家在这里面布建自己的小全球化或小的经济连结，但它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体系。那现在美国川普银学3招，加大采购、加大投资、关税问题，逼你跟它在一起。那中国玩一带一路，金砖国家虽然东西不一样，但是内核是一样的，就是形成自己的体系。但是体系跟体系之间它不是壁垒分明，因为冷战的经验告诉我们，高强度的对垒，人类整个社会所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所以国家之间它有核心，它有群组，但没有明显的边界。我们拿中亚为例，5+1机制，就是我5国团结成一个，我跟中国签5+1，我跟俄罗斯也5+1，我跟美国也5+1，我跟欧盟也5+1，他们每个都建立了5+1机制。虽然在这里面，一带一路绝对是最具吸引力，而且最佳落实的。如果以 G2 格局来看，你会发现中国比较倾向中俄这个联盟，但是它不是完全归整于中俄这个联盟。这就是我讲的 G2 的底层逻辑。中美两大强国各自拉各自的群，但是各自的群又不各自排挤，你想加入就加入。问题这个格局很难维持，为什么？因为它的边界感很模糊，到底谁跟谁好？比如说俄罗斯现在跟美国在谈，如果俄乌休战，俄罗斯还这么紧抱中国大腿吗？所以这就回到了一开始贝森特说要来见个4次，打电话的次数可能更多。原因很简单，在一个没有绝对的边际，各自以核心拉的群又重叠，大家或来或去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变成领袖之间要疯狂见面打电话，不断的确认再确认，各自到底要以什么样的姿态来维持这样一个关系。讲白了，这叫龙鹰共舞。所以你会发现下一个奇幻世界，马克龙开 G7， 他说我找中国来G7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反华的组织，最大功能就是遏制中国增长，尤其 G7 的可是整个新冷战的核心输出中枢啊，这就是一个复杂的局面，那里面就是非常复杂的利益交错。那具现化在什么事件呢？各自在物理上、实体上的地盘划分。物理上的实体划分是来自于安全属性的需要。既然这是一个边界感很差劲的体系，那怎么做？边界上，日本、台湾、菲律宾、韩国作为第一岛链，中国一定要突破，想办法拿下来。菲律宾险界之患，不足为患。南韩李在明太会操作，我这图画出来，相当于中国要出去的路线，韩国搞定，下一个搞日本。那最大的问题是日本很难搞，所以这一波如果没有把日本死死的按下去，中国不用搞 G2 玩不起来 ，G2 就是要把日本摁下去。你可以看到中国外交部死咬不放，而且解放军不断发新消息，大家等着看，没有更强硬，只有最强硬，连带要摁死台湾。注意，金门的中国海警常态巡逻，所以台湾是不是有一种焦虑感？尤其台湾现在领导的是民进党当局，所以民进党政府只能更舔日，他没有不舔日的空间，因为他要跟日本挤压在一起，他才不会孤单。因为现在很明显，韩国已经跳船了，但是
韩国假装没跳船，他把船拆成2艘，人家有本事，一艘船航向北京，一艘船航向华府，结果川普就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习近平，跟他说：“哥们，我的俄乌，你可不可以协助一下？看起来美国要获得巨大利益，结果没有，反向被习近平输出了一顿台海问题、日本问题。道理其实很简单，这就是地缘政治，划地盘。G2 没有明显的边界线，但是它依然有一定的地盘线。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就是不落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因为美国在欧洲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就是不落中国在非洲影响力，因为中国很早就布建了一带一路，还有各式各样的从1960年代、70年代开始崛起的独立运动跟左派运动、民族自决运动，有南方国家的共同的组成，这叫南南合作，所以大家各擅胜场。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与其关心你日本怎么了，不如先问一下你可不可以帮我使点力，这就是 G2。所以转头川普就给高市早苗打电话 ，WSJ 就透露说川普要求不要刺激北京啊，虽然日本人否认了，并非事实啊，事实是什么？日本人又不敢说。所以 G2 这个概念各自弄，但是又不完全。你就想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如果俄乌真的和谈，乌克兰整个国家关系打烂了，请问这大量的重建，中国大陆能不能参与到？是吧？所以在这里面，它的内核就是我在政治势力的划分上，地缘是非常直接的，但是在经济，在各种方面，它是复杂的。G2 的格局成立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文章的标题：从山寨大国到美国强敌，中国制造走向下一个战场。经济学人：无人计程车与生技制药面临全球掠夺战，西方该如何应对？这标题叫不甘不愿。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在把中国抬咖，但中国抬咖并不是中国实力不济，而是过去过度的贬低中国大陆，导致G2格局没有一个立场基础，所以整个西方媒体在大规模的转向，一夕之间新疆变成成功典范，以前是劳改营、断子绝孙、消灭维吾尔人，现在变成功典范，逻辑是什么？所以这没有什么逻辑，我告诉你，一切都是利益。什么利益？打不过就加入，但我又不完全加入，我又维持我自主性，这就是 G2 的底层逻辑。但是这种变化在很多的台湾的认知里面依然是不足够的。我相信美国也不会有反应，他没有办法做什么反应。这种航空母舰的什么第7舰队没有用，航空母舰来也没有用。为什么？他是要跟中共开战还是怎么样？他如果不开战，他来也没有用。如果来要开战，我相信他很难回去。如果说日本要用他的自卫队来参战，很快就会被歼灭，因为他的兵力跟中共解放军还是差得蛮远的。那销售运能源的船真的必要时候就挂美国旗，就算你美国军舰还走风，他照样拦截，他照样拦查。所以如果中共他真的要封锁台湾，挂什么旗都没有用。这一段是非常经典的，台湾人在整个国际的局势脉动之下没有跟上节拍的一个具体呈现。因为如果今天中国没有93阅兵，没有印巴大空战，没有强而有力的包含双航母常态部署，第3航母福建舰登时弹射量变产生质变，今天 G2 的核心就是在这些东西上。所以面对日本，中国持续的加大施压，中美后日本爱偷袭，像军力弱于中国啊，日本弱不弱于中国还需要比吗？没有比的空间呢。面对G2时代的来临啊，台湾的媒体做中国观察的，它的标题内需撑不起，出口靠不住，中国经济制裁日本不成可能还内伤。这种文章我根本连看都懒得看。讲白了，要么你就哗众取宠，要么你就是困在时空泡泡里面出不来啊，不是很好笑吗？G2 另外一个具体的呈现在哪里？川普发文警告封锁委内瑞拉领空，美军要动手了吗？1.5万兵力集结在加勒比海，加勒加是委内瑞拉首都，引爆抢购潮，找了1.5万兵力，天天拿飞弹去轰毒贩的运毒船，脑子有问题吗？不是脑子有问题，看地图，委内瑞拉离美国太近，离天堂太远嘛，就这样而已。G2 就是这个概念，划分势力范围，在政治上，在经济上纵横捭阖，彼此犬牙交错，就这么简单。所以 We've almost stopped. It's about 85% stopped by sea. You probably noticed that people aren't wanting to be delivering by sea, and we'll be starting to stop them by land also. The land is easier. That's going to start very soon.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很快开始在陆地上采取行动，阻止所谓的委内瑞拉毒品贩运者。近期，随着美海军福特号航母打击群抵达加勒比海域，美军在加勒比地区已集结超过1.5万名士兵、10余艘战舰以及上百架战机。有分析指出，美国当前集结的兵力已远远超出打击贩毒船只的实际需求。27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称，美国政府挑起的侵略行径不会吓倒委内瑞拉，空军应保持警惕，时刻准备保卫国家免受外部威胁。9月初以来，美军已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接
击沉超过20艘美方所谓贩毒船，造成80余人死亡。美国缉毒署今年报告则显示，委内瑞拉并非流入美国的毒品主要来源地。委内瑞拉政府多次指责美国意图通过军事威胁代为策动政权更迭，并在拉美进行军事扩张。美国9月以来在加勒比地区的兵力部署和军事行动遭到地区国家批评和反对，然而美军的动作仍未停止。美国计划在2028年底前在加勒比地区保留大规模驻军，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结束。这表明美军向该地区的调动近期不会结束。目前白宫方面暂无回应。26号，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部长卡维略批评说，美国得到多米尼加授权在其境内的基地和机场开展作业是帝国的疯狂。那委内瑞拉为什么这么的遭美国的妒恨？首先，委内瑞拉是环加勒比海，仅次于墨西哥最重要的国家。还有委内瑞拉，它是全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还有前任查韦兹的时候，大规模的把所有的外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给收归国有。委内瑞拉也以反美著称，因为它是左派国家。但是大家了解到，川普是川普主义，川普主义有2个主要的结合，一个是门罗主义，也就是说关起门来搞大棒。第二个是保守基督教价值，第三个是什么？非常灵活的商业手腕，打不赢就加入。因此打击委内瑞拉，把马杜罗给搞下台，这个就是 G2 的必然。更好玩的是，洪都拉斯作为在加勒比海的拉美国家，前总统贪污腐败的赫南德兹，去年被美国以贩毒罪名定罪，判了45年，本来要死在狱中的。但是这个洪都拉斯的前总统赫南德兹，他是保守派，所以美国竟然把一个毒贩给特赦了。所以我们看川普是在乱搞，但他是有战略的，他的一切战略都符合我们所判读的 G2 的逻辑，都符合我们在看待美国怎么去布局他的一个线。因为对比于中国，美国是非常爱干涉人家内政的。过去中国跟美国的对话为什么始终卡住？有一个核心逻辑是很基本的，中国一直没有理解美国要什么。过去中国，美国提 G2， 中国总是兴致缺缺，觉得全世界就要多极化，所以从来不积极回应 G2 的说法。只有习近平说的太平洋够大，揉得下中美2国。可是你只讲太平洋，你只说我美国是太平洋，是不是？所以现在中国也不提太平洋够大，它叫中美巨轮，引领世界前行。这叫做在言语上呼应你的 G2 嘛？因为美国人只听得懂 G2， 美国的历史太短了，它是个历史文盲国。中国历史有个好处就是中国历史太长，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只是不断的各种排列组合而已。但是美国的历史很短，连300年都没有，所以美国人没办法理解复杂问题的。在美国的历史经验就3种：门罗主义，关起门来地盘画清楚；巨棒外交，小国就是要跪，不跪就揍。第二个，门户开放，就我把你吃干抹净，你不能对我吃干抹净，所以现在搞对等关税，你对他单方面开放，他不对你开放，有这种国家吗？本来就土匪没差。第三个，壁垒，东西冷战壁垒，美国赚得盆满钵满。所以这3个合在一起，不就今天 G2 的核心逻辑吗？这个 G2 是新的概念，政治上不充分对峙，经济上犬牙交错，各显神通，但是本质上无法互相脱开，它是一种复合式的博弈，所以它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对垒，但它也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合作，所以元首打电话会越来越多。这一仰赖新时代的科技，让元首通话变得更加容易。我就斗胆的再说一次，暴论未来世界上就是走向 G2， 中国领略了美国人只懂这个语言，所以中国一边假装跟你美国人玩 G2， 但是一边依然用 C+N 的逻辑在进行推展它的一带一路，推展它的各种合作，这个就是它的思考逻辑。因为中国不搞霸权，我要的是什么？新天朝观。什么叫新天朝观？一级我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我不是世界的霸主。所以我告诉你，全世界最苦的领导人叫习近平。小到1万人的国家，大到上亿人的国家，通通排站，每个来都要奏一下乐，都要奏响礼炮。没办法，只是这样玩，平等相待，经济实力互惠，不搞凯子外交。所以你可以把它归结霸道跟王道的差异。美国绝对是霸道，因为美国只有霸道才有安全感，这是他的历史经验总结。但中国是王道，因为中国的理念是要世界人民大团结，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化。而且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时候，对中国是最有利的，因为世界人民大团结叫和气，而中国人最会叫做和气而生财，所以中国是最希望世界上和平的。但和平必须要有兜底的东西，所以要有大杀器。疯狂发展军武的背后是希望和平，止戈才是为武。中国人的思考永远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半年去大陆这么多趟我立志成为最懂两岸的网，所以我要去这么多的地方，不管是古迹、现代化的城市，各个地方我都去看。